大家好，我是依妮，这里是属于你内在探索的空间。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潜意识直觉测验，关于你理想的家。先深呼吸一下，让心慢慢安静下来。想象此刻你能拥有一个最理想的家，它会出现在什么地方？森林深处、热闹的城市、自由的海边，还是其他地方？接下来你会看到6张不同风格的房子图，不要思考太多，跟随你的直觉，在第一眼最吸引的那个选项停下来，因为那就是你潜意识的投射。给大家一点时间进行选择，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属于你心底理想之家背后的潜意识秘密。选项：森林小木屋、孤独内省、潜意识的防御机制。你向往住在森林深处的小木屋，这其实是潜意识里的一种隔离防御。当外界的声音却嘈杂，人际的需求太多，或责任压力让你觉得透不过气时，你的心会自动寻找一个最纯净的避风港。森林象征的是宁静与远离，而小木屋代表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领地。这是一种本能的保护模式。孤独比靠近更能确保我的完整。它帮助你维持能量不被外界消耗，但同时也暗示着你对过度接触存在防备。反映的人格特质，选择森林小木屋的人通常具备敏锐的感知力与强大的内在觉察。你能捕捉到别人忽略的细节，对情绪、气氛的波动特别敏感。这种特质让你很容易读懂他人，也容易被他人的能量影响。因此，你会习惯给自己留白与空间，让心灵得以消化沉淀。你有独立自主的一面，往往更信任自己的判断，而不是人群的喧闹。但同时，你的内心也可能带着一点纠结，一方面渴望理解与连接，另一方面又害怕太靠近会受伤或失去自我。可能的长期结果，如果这种退回小木屋的防御模式太过频繁，潜意识会逐渐固化一种信念：只有孤独才是安全的，只有我自己才能依靠。久而久之，你可能在外表上保持独立与强大，但在心里却逐渐筑起一道墙，与世界保持距离。这会让你感觉拥有力量，却也同时失去与他人深度交流的温度。最终，这样的模式可能带来一种我什么都有，却仍觉孤单的矛盾。孤独本来是你的养分，却可能在无形中成为你无法跨出的界限。信念转化提醒句：我允许自己在孤独中修复，也允许自己在交流中成长。真正的安全感来自我内心的安稳，而不是距离的远近。我可以自由选择靠近与退回，而不是被动的封闭。灵魂想说的话：我给你孤独，不是要你隔绝，而是要你学会与自己同行。当你安心做自己时，你不再需要害怕被看见。你不必永远躲在小木屋里，因为你带着安定走出去，也会被爱。选项：城市联排别墅、群体归属、潜意识的防御机制。你向往住在热闹城市里的联排别墅，这透露出潜意识启动了依附群体的防御策略。当你感到孤单，无法确定自我价值时，你的本能会寻找人群的环绕与陪伴。邻居、社区、群体象征着一种我不会被落下的安全感。你的潜意识相信，只要在群体中被看见，就能减轻内心的不安。这种保护机制让你暂时摆脱孤立，但同时也容易让你过度依赖外界的眼光来定位自己。反映的人格特质，选择城市联排别墅的人，通常有强烈的社交敏感度和适应力。你能快速读懂他人的情绪与期待，也懂得在群体中找到合一的位置。这让你在人际互动里往往扮演协调者或支持者的角色。你在意认可感，需要透过别人的反馈来确认自己的价值，这让你在群体里显得合群、懂事，甚至能带动氛围。但在这种特质背后，也隐藏着一种担忧：如果没有人看见我，我还有价值吗？你的潜意识会不断推动你去追逐关注与归属，来缓解这份焦虑。可能的长期结果，如果这种依附群体的模式过于强烈，你可能逐渐溺坏一种信念：我的价值来自别人的眼光。长期下来，你可能会过度迎合群体的期待，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，只为了避免被忽略或排斥。
这样的模式会让你在人群中看似热闹，充满存在感。但当夜深人静，群体的声音退去时，你可能会陷入空洞与孤寂。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自己与人群连接的再紧密，也无法填补自我价值感的缺口。信念转化提醒句：我的价值先于他人的眼光而存在，我值得被喜欢，不需要靠迎合来证明。即使一个人，我依然完整而明亮。灵魂想说的话：你渴望归属，但真正的归属感来自你内心的肯定。群体能带给你陪伴，但不是你存在的根基。当你敢于带着真实的自己走进人群，你会发现不必再害怕被忽略。选项：海边白屋，自由探索，潜意识的防御机制。你向往住在海边的白色小屋，潜意识正在展开的是逃离束缚的防御策略。当现实中的规则、责任、人际或压力让你觉得喘不过气时，你会渴望一个面向大海、随时能望向远方的家。大海象征着流动与无限，白屋则象征着纯净与自由。你的潜意识深深相信，只要我能随时离开，就不会被困住。这种保护机制让你保持弹性与选择权，却也隐含着对被绑住的恐惧。反映的人格特质：选择海边白屋的人，通常带有强烈的独立性与冒险精神。你习惯随心而行，不喜欢被过度规划的人生框住。你的灵魂渴望像浪潮一样，能不断迎接新的方向与体验。你富有理想性与直觉力，不快速感知当下的自己前往哪里去，也常常勇于做出改变。这让你在人生中带有一种流浪者或探索者的特质。但同时，这份特质也可能让你显得不安定。当一件事、关系或责任太久没有变化，你可能会下意识想抽身，因为你害怕这代表自由的丧失。可能的长期结果：如果这种自由优先的模式过于强烈，你的潜意识可能会固化成一种信念：只要承诺，就意味着失去自我。长期下来，你可能会抗拒长期的投入与责任，不论是事业、爱情还是人际关系。虽然你会收获许多新鲜感与短暂的自由，但却难以真正建立稳定的根基。这样的模式可能让你在人生中不断重新开始，却同时感受到一丝丝漂泊与孤单。自由能给你空气，但若缺乏扎根，它也可能变成无法停靠的浪潮。信念转化提醒句：我的自由不会因承诺而消失，真正的流动是新的开阔，而不是不断逃离。我能在任何地方带着大海般的呼吸与自在。灵魂想说的话：你不需要一直漂泊才能证明自己自由。当你把大海放进心里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都能感受到无限。你不是孤单的浪，而是整片无边无际的海。选项：山顶石屋，掌控成就，潜意识的防御机制。你向往山顶上的石屋，潜意识正在运作一种透过高度来确保掌控的保护模式。当你感觉生活中存在竞争、压力或不可控因素时，你的本能反应是要站得更高，好像只要拥有制高点，就能预先看清风险，避免被攻击。石屋象征的是坚固与抗压，而山顶的位置则意味着你潜意识深处相信安全感来自于掌握全局，拥有优势。这个防御机制让你避免了被他人操控或小看的感觉，但同时也让你不自觉地背负必须强大的压力。反映的人格特质：选择山顶石屋的人多半是内心极具目标感与责任感的灵魂。你习惯用成就和位置来衡量自己是否有价值，往往会自动扛起比别人更多的责任。你的性格里有股不服输的韧劲，当遇到挑战时，反而会激起你的战斗力。即使心里很累，你也会逼自己继续向上，因为你潜意识相信退下来比跌倒更让人恐惧。同时，你具备领导者气质，常常能在混乱中保持清醒，并让别人依赖你。但在这份光鲜的背后，你也可能隐藏着对失控与无能为力的深深害怕。可能的长期结果：如果这种必须掌控、必须在高处的模式过度强化，你的潜意识会渐渐形成一种信念：只有不断向上攀登，我才至高比尊重与爱。
这样的信念会推动你不断挑战自己，让你在人生里取得许多亮眼的成就，但同时你可能永远难以真正放松，因为一旦停下脚步，你会觉得不安，好像立刻就会失去价值。久而久之，你可能成为那个站在高处却孤单的人，看似坚固，却在心底感受到一种空洞，就会导致过度追求成就，而忽略了生活的滋养、亲密、快乐、单纯的幸福。信念转化提醒句：我不需要站在最高点，依然拥有尊严与价值。真正的力量来自于信任与内心的稳定，而非外在的高度。我可以一边前行，一边享受沿途的风景与爱。灵魂想说的话：你不必再用高度来保护自己，你已经足够坚强。真正的安全不在山顶，而在你内心的安稳与柔软。当你愿意卸下紧绷，你会发现有人正等着陪你一起看风景。选项：田园小屋，温暖陪伴，潜意识的防御机制。你向往住在乡间花园里的田园小屋，潜意识正在使用的是回归温暖与简单的防御模式。当你的现实里被快节奏、竞争或压力推着往前时，你的内心会渴望一个能耐下来的地方，有阳光、有花草、有家人的陪伴。这种意向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保护，告诉你只要有温暖的陪伴，我就能安心。田园小屋正是一种补偿机制，帮助你在被消耗时回到最单纯的幸福感。反映的人格特质：选择田园小屋的人通常性格温和，重视情感连结与生活品质。你不是只追求成就或外在光鲜，而是更看重内在的安定感。你心里有对归属感的渴望，喜欢有人能和你一起吃饭、聊天，分享日常的小确幸。你很懂得照顾别人，也容易从付出与陪伴中获得成就感。但同时，这也代表你可能对孤单感特别敏感。一旦缺乏陪伴，你可能会觉得不安，好像幸福感也随之消散。可能的长期结果：如果这种温暖依附的模式过于强烈，你的潜意识可能会固化成一种信念：只有有人陪伴，我才是完整的。这样的信念会让你把幸福寄托在他人身上，过度依赖外界的爱与陪伴。当你被支持时，你会觉得自己很幸福，但当这份支持消失时，你可能会瞬间跌入失落与空虚。久而久之，你可能会忽略自己本身就是能量来源，错把外在的陪伴当成唯一的安全感来源。这样会让你拥有短暂的甜蜜，却也容易因不确定而焦虑。信念转化提醒句：我的幸福不只来自他人，也来自我内在的温暖。陪伴是一种礼物，但不是我存在的根基。即使一个人，我也能创造充满爱的生活。灵魂想说的话：我知道你渴望温暖，但别忘了，你本身就是火光。真正的幸福不是谁给予，而是你随时能创造。当你先与自己相依，外在的陪伴才会更真实而自在。选项：地下隐居屋，隐藏保护，潜意识的防御机制。你向往住在隐秘的地下屋，这是一种典型的躲藏保护的防御模式。当现实中出现威胁、误解、压力或被看穿的恐惧时，你的潜意识会选择往内缩，建造一个隐秘的角落，让自己暂时消失在外界的眼光中。地下象征着深藏与遮蔽，也代表你潜意识相信，只要没有人发现我的脆弱，我就能避免受伤。这个防御机制能给你暂时的安全感，但同时也让你习惯把自己真实的一面隐藏起来。反映的人格特质：选择地下隐居屋的人多半有细腻、敏感的内在世界，你能强烈感受到他人的能量，也容易被评价或否定深深影响。因此，你可能习惯在人前保持冷静、克制，甚至戴上面具，仅把最真实、最柔软的一面留给自己或极少数信任的人。你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，擅长观察与感知，但同时也因为害怕暴露而错过了很多能够深入交流、被理解的机会。可能到长期结果：如果这种隐藏保护的模式过于强烈，你可能会逐渐形成一种信念：只要我不被看见，就能避免痛苦。长期下来，你可能会越来越习惯隐藏真实感受，甚至在人际中养成保持距离的模式。
这虽然保护了你不受伤害，但也让你难以获得真正的亲密与支持。久而久之，你可能会陷入一种外表很安全，但内心很孤单的状态。你躲避了伤害，但同时也关上了接受爱的门。信念转化提醒句：我可以在保护自己与表达真实之间找到平衡。我值得被看见，不必因脆弱而感到羞愧。当我允许真实流露，我就会遇见真正的理解与支持。灵魂想说的话，你不必再把自己藏得那么深，因为真实的你也值得被爱。安全不只来自墙壁，也来自于信任与连结。当你敢于打开一扇门，你会发现外面有人正等着拥抱你。以上就是6个选项的完整解析。也许你会发现，房子所在的位置不只是环境的选择，更是你内心状态的投射。记得，无论你的理想之家在森林、城市、海边，还是在隐秘的角落，它都在提醒你，你真正渴望的不只是房子，而是一种内心的归属感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探索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，并分享给同样需要的人。愿你带着更深的觉察回到心底真正的家。我们下次见。